在我们上回的影片中，我们介绍了 ADA-LM1000 SMU 模组的基本功能。今天我们打算来进一步的介绍几个简单的实验，让大家对 M1K 可以做什么能有更全面的理解。首先，就把大家最耳熟能详的戴维宁定理给端上桌吧。戴维宁定理我们都了解，是用来把一个包含电压源、电流源及电阻的复杂网路简化成只有一颗电阻和一个电压源的分析技巧。这个定理说来简单，但在离开学校后，您还记得怎么使用它吗？还是学习上有其他的痛点呢？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吧。经常有资深前辈告诫我们，学习电子电路最重要的就是实务操作，不然记再多的理论没有用到，终究还是会还给老师。我真是觉得一点都没有错。然而，碍于动手实验实在是很麻烦，所以实务学习终究只能沦为口号。然而，现在我们有了 M1K 这个工具，以后做实验再也不怕麻烦啦。所以现在我们就直接先用它来做个戴维宁的实验吧。首先，我们先来建立一个不太复杂的电阻网路，电源是正5伏直流电源，负载就先随便用个 2K 的可变电阻。到这边，我们先暂停一下，思考一下这个电路的戴维宁等效电压和电阻分别是多少呢？我也不知道，那我们就来量量看吧。因为定理内容有说到，戴维宁等效电压是将负载移除后两个端点之间的开路电压，所以我们先把负载移除，量测两端的电压是 2.5 伏。由于这颗电阻是悬空状态，没有电流流通，因此这两端的电压相等，所以戴维宁空载电压实际上就是量测这边的 2K 和这边的 2K 的分压结果，因此就是总电压的一半 2.5 伏。因为这个 2.5 伏会受限于电阻网路阻抗的影响，所以如果我们在它后面加上任何的负载，都会严重的影响电压值。那这样，我们得到这个戴维宁电压又有什么用呢？其实戴维宁等效的概念，因为它实际上在简化后只剩下一个电压源和电阻，这个我很直觉的就会联想到电池，因为戴维宁等效模型和电池等效模型完全相同，所以我们如果用电池的概念来思考，也许就简单多了。因为电池同样也会因为内阻的关系而有类似的负载效应。但是实际上，我们如果知道电池的空载电压和内阻值，那不论施加任何的负载，我们都能精准的算出实际的电流值啦。所以我们把复杂网路转换成戴维宁等效，那之后不论要做什么，都将会变得简单多了。好，那现在我们已经得到戴维宁等效电压啦。接下来我们要如何把这个复杂网路转换成戴维宁等效电阻呢？这时我们还是要搬出学校所教的那一套方法，也就是电压源短路、电流源开路，然后计算从负载的开路端点所看进去的电阻值。因为理想电压源的内阻为0，所以当我们不看电压对我们电路的作用的时候，这个电压端点就等同于0欧姆短路接地。然后我们来计算从负载开路端点所看进去的电阻值是多少。这3颗内阻都是1K 欧姆，然后这一颗电阻是 2K， 因此从开路端点看进去就是这边 1K 加上并联的 1K 加起来是 2K 欧姆，因此戴维宁等效电阻就是 2K 欧姆。那我们来量量看结果。这样看来应该就没什么问题了。那这样我们就还可以再做个实验，如果我们施加的负载也刚好是 2K 欧姆，负载所得到的电压应该就是两个 2K 欧姆各分到一半的电压，也就是 1.25 伏。现在我们先把这个直流电源接回去，然后使用这颗 2K 欧姆电阻作为复杂网路的负载，来看看负载所分到的电压是不是 1.25 伏。真的和我们所计算的非常接近吧？这样这个戴维宁等效电路的计算应该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吧？接下来我们稍微来谈一下这个 SMU 模组的架构到底应该是要怎么使用呢？
这个模组一共有2个通道，主要功能分为3大工作模式，分别是输出电压量测电流，简称 SVMI， 或是输出电流量测电压，简称 SIMV， 以及只有单纯的电压量测功能。也就是说，我们主要需要做的，对 SVMI 模式来说，就是设定电压值输出后，然后需要接上电阻形成回路，量测电流值。因为如果没有回路，就不会有电流值啊。或是在 SIMV 模式时，我们要设定电流源的输出电流，然后接上负载形成回路，量测负载上的电压值。同样的，如果没有接上负载，输出阻抗无限大，那输出接点上就只会量到最大饱和电压。知道了这些之后，现在我们赶快就先来做个实验吧。首先会用我们 SMU 模组的2个通道，分别输出电压源和电流源。其中电压源我们用 Channel A 输出，接到黄色的线；电流源我们用 Channel B 输出，接到橘色的线。中间2个地，我们只要接一条出来就可以了。然后我们等等会用到的电阻，这4颗电阻都是100欧姆。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先分别把 CHA 设定为输出电压， CHB 为输出电流模式，然后设定 CHA 输出电压为3伏特。我们可以看电流量测值，因为现在输出接点还没有接上任何的负载，没有形成回路，所以这边显示的平均电流几乎为0。现在我们就接上实际的负载，让它形成回路，这样等于接上2颗100欧姆串联下地。我们可以看到平均电流就变成大约15 mA 安培。假设其中这一颗100欧姆是我们的负载电阻，我们想要知道这个电路对它形成的电压是多少。这时我们可以先透过 Channel B 来量测它的电压，所以需要先设定成单独量测电压模式。在这个电路的作用下，电压大约是 1.5 伏左右。接下来要看电流的部分，我们先把电压源和电压量测都移除。同样的，我们先把 CHB 设为电流输出10 mA安培，然后看一下量测到的电压。因为现在电流输出为空载状态，所以讯号发生了震荡。我们可以来看，如果这个10 mA安培的输出电流接到100欧姆下地，就可以量到平均电压为1伏左右。如果这个10 mA安培输出电流接到200欧姆下地，输出电压就可以量到2伏左右。好，那现在我们来看看，我们来并联2颗100欧姆，因此这个10 mA安培就会流过50欧姆，再加上100欧姆下地。因此 CHB 端点本身量到的电压就是大约 1.5 伏左右。那同样的，现在我们要来看看这颗100欧姆负载，它在这个电路里面分到的电压是多少呢？同样的，我们现在可以把 CHA 作为独立的电压表，量测负载电压，大概是1伏左右。因此10 mA安培电流在这个电路里对负载的作用就是1伏左右。那现在如果我们同时让这2个电压源和电流源同时对这个负载作用，负载两端的戴维宁等效电压和电阻分别又会是多少呢？这时我们就需要用重叠定理来计算一下了。首先我们来看电压源，这时候我们就必须先把电流源开路。电压源对负载开路端点的电压，因为从这边来看整个电路都悬空了，所以开路端点的电压就等于电压值3伏。再来我们要看电流源的时候，把电压源短路下地。从这个电路来看，10 mA安培流过50欧姆，再流过100欧姆下地，所以负载开路端点就是大约1伏左右。把2个加起来，因此戴维宁等效电压就是4伏。再来戴维宁等效电阻的部分，同样我们把电流源开路，电压源短路，从负载的开路端点看进去就只有这个路径的100欧姆下地，因此戴维宁等效电阻就是100欧姆。这时候我们先把电路恢复，然后我们可以随便用一颗330欧姆电阻来做一下实验，看看这个戴维宁的计算结果对不对。根据计算的结果来看，戴维宁电路对332欧姆
作用下的负载电压应该大约会是 3.07 伏。所以说，我们已经把2个输出端点都用掉了。但其实，如果我们使用进阶的工具，我们甚至可以把输出电压量测功能分离开来，让电压量测功能不再仅限于只能量测电流输出端点的电压值，而是可以让我们任意的量测电路中任何一个端点的电压值。这样，我们就可以直接用分离出来的电压表量测负载电压。量测出来的结果是 3.08 伏，和理论值非常接近吧。除了在应用中，我们其实可以量测任意点的电压值之外，这个 M1K 模组其实还有个更令我惊艳的功能，那就是电压、电流同步量测，也就是可以量测即时功率了。因为 M1K 支援 SVMI 模式，因此我们如果把输出电压设为0伏，那就代表当中的这个电压表的压降为0，形同短路，因此模组就呈现一个纯电流表的状态。更厉害的是，我们同样可以把电压表分离开来，单独量测负载电压。这不就是个完整的功率表了吗？我真是不敢相信，这功能竟然会出现在 M1K 里。所以再来，我们只要把这个电流表加入电路中，就可以量测功率啦。不过，因为目前2个通道都被占用了，我们需要先把 CHA 原先设定的3伏电压源改成使用固定电压源的端点来供电，这样空出来的 CHA 就可以作为纯电流表，放在负载的负端，利用 CHA 输出的0伏来作为接地，顺便量测流进来的电流值，这样就可以实现同步功率量测啦。那我们量测功率又要做什么嘞？这边偷偷告诉您一个小秘密哦，不要告诉别人哦。根据最大功率转移定理，如果负载电阻等同于电源内阻，那就是负载可以得到最大功率的时候。因此，意思就是说，如果负载等同于戴维宁电阻的时候，就是负载最大功率点。因此，我们如果调整负载电阻值，一旦达到最大功率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戴维宁电阻值，根本也不需要计算啦。所以，我们现在就来试试看吧。首先，原先我们用 Channel B 量测负载电压，我们要将这个端点改成使用 Channel A 量测。让 Channel A 独立量测电压和电流功能。然后现在我们除了要将 Channel A 设定为 SVMI 模式，电压输出0伏之外，记得要将电压表分离开来。不知道您是否有发现，我们已经偷偷的将负载电阻从原来的 330R 换成了这颗 1K 欧姆的可变电阻，因为要透过量测最大功率点来寻找电路的戴维宁等效电阻，所以我们改成用可变电阻，比较容易改变负载值来抓取功率曲线。当我们往右转的时候，负载电压增加，但同时负载电流也会下降，所以我们要持续的改变电阻值来找出功率最大的那个点。大概就是这边啦，大约 1.8 伏。那我们来量看看电阻值是多少吧。虽然感觉不知道是不是这种电阻温度系数很差，总之是不是非常接近100欧姆呢？那这就是今天全部的内容啦。相信这些组合应用应该已经非常足够应付各种不同的直流电路测试啦。感谢您的收看，请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为我们点赞。我们下部影片见啦，拜拜。